魏长则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对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也是我们的根。我先带你去拜见先祖。夏季与雨季总是息息相关，闷热潮湿的空气或低飞的蜻蜓总会提前告诉人们天气的变化。半枝莲在太阳躲起来后，就悄悄关闭了花房，拒绝着风和其他的拜访者。轰隆，天空间渐渐聚集起了乌压压的黑云，传来几声闷响。阿英，衣服收一下。魏长则看着那黑压压的天空，一只手拿着锅铲，锅里的汤汁还在高温下翻滚着。阿爹，来了来了！魏婴听见父亲的呼唤，赶忙从房里跑出，抢救尚未被雨淋的衣服。魏婴跨进房门的一刹那，屋外顿时狂风大作，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。魏婴长长舒了口气，满意的看了看怀里被揉成团但干燥的衣物。魏长则端着瓷碗从厨房里出来，稳稳地将其放在桌上。魏长则看着花脸猫魏婴，左边的脸颊上尚未完全凝固的黑墨水，伸手给魏婴的脸颊抹了一下。两人的身高差似的魏长则微微弯腰。魏婴歪着脑袋，一双眼睛透露着迷茫。阿爹，怎么了？魏长则直起身子，伸出右手掌已经乌黑的指尖，脸上还有墨。去洗洗，准备吃饭吧。魏婴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将收回的衣物放在衣物篮里，走到门口，双手捧着那从天空下落下的雨水，往脸上抹了2把。魏婴蹲下身子，看着地面水坑的影子，模模糊糊见着洗得差不多了，就一蹦一跳的回去吃饭了。自从两人在南陵安了家，掌厨的就是魏长则。魏婴也曾尝试着做菜，毕竟君子远庖厨，不能让阿爹一直做着伙房活。可惜魏婴做的食物很少成型，不是黑漆漆的一块，就是炒着炒着锅铲坏了。唯一做成的就是凉拌菜，只需要将食物于沸水中过一遍，然后辣椒、麻椒、醋各种调料往里倒，毫无章法的一通搅拌，一道菜就做好了。魏婴因为这道菜获得了魏长则的称赞，兴奋了好几天，比发明了新东西还兴奋。魏长则其实希望自己可以多给阿英烧几次菜，让阿英记住家的味道。对于阿英抢厨房烧饭这件事，魏长则也很无奈，知道儿子是心疼自己，可儿子也确实没有烧菜的天赋。总归还有凉拌菜可以让阿英获得满足，辣就辣吧。父子两个围着桌子开始享用了他们的晚餐。一碗撒满红彤彤辣椒的凉拌菜，一碗绿油油的青菜，还有一浓稠的鲫鱼汤，上面飘着1-2颗辣椒碎块。魏婴喝着鲫鱼汤吧唧了一下，弯起眼睛，好喝。魏婴形容不出那种味道，但是所有的调料恰到好处，就是非常好喝。一向喜辣的魏婴一口气直接喝了2大碗鱼汤，还想喝第3碗的魏婴被魏长则拦住了那伸向鱼汤的勺子。看着魏婴眨巴眨巴无辜的大眼睛，魏长则解释道，汤喝得过多，主食就吃不下了，到时候容易饿。两个人一个沉默不语，一个如处食的仓鼠般吃着饭桌上平凡但美味的菜肴。外面狂风大雨，屋内淡淡的烛光使着房间里充满着温馨。主动承担洗碗任务的魏婴，洗完碗后拄着脑袋，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，不由放松了心神。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1个月，自己有了一个家，真正的家。记忆中莲花坞的模样开始变得模糊，那在姑苏一直惦记着的莲藕排骨汤的味道也逐渐淡去。魏婴并不害怕这种变化，因为有些注定只能是回忆，不能细想的回忆。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魏婴是眼皮不由自主地开始打架。正当魏婴与瞌睡虫做斗争时，一件外衫盖在了魏婴身上。魏长则看着昏昏欲睡的儿子，低声说道，这睡会着凉，阿英回去睡觉吧。可周身忽如其来的温暖使得原本尚在做斗争的魏婴完败，直接倒头睡了过去。魏长则看着衣篮里的唯二衣物，还是得再给阿英买几套衣物去。咕咕，一只白色的鸽子站在窗户上发出咕咕的声音，时不时清理着被雨打湿的翅膀。魏婴抬起头，迷迷糊糊地看向声音的来源，只见着阿爹宽厚的背影以及一只正扑棱着翅膀的鸽子。魏婴揉了揉眼睛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，阿爹，我传音符快做好了，哈鸽子被人劫了就不好了。魏长则低声应了声，遂又轻轻拍了拍魏婴的脑袋，回去睡。魏婴抓住快要从肩膀滑落的外衫，
脑袋如小鸡啄米般一点一点地回了房间。魏长则做事从来没有避着魏婴，一来没必要对家人藏着掖着，二来也想借此机会开阔一下魏婴眼界，教会他善从来不是傻傻的退让牺牲自己。魏长则不是经常和魏婴谈心，话不多的他也说不了那么多，能做的就是让魏婴看着他做事并获得感悟。魏婴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短短1个月，无论是心智还是处事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，格局也在一点点变大。次日，魏长则对着魏婴说道：“阿英，收拾一下衣服，我们要去岐山了。”魏婴吸溜吃完碗里剩余的面条，头上的呆毛动了动：“阿爹，是温家清谈会吗？”“对，阿爹，这清谈会来者不善啊。”魏婴得到魏长则鼓励的眼神，继续对着魏长则说道：“